夺岛神器日版史崔克7-4式坦克的替代者，以上这些名头都属于16式轮式装甲车。作为日本轮式战车的集大成者，16式的火力比7-4式更强，火控比战场管理系统取自10式，成本堪比坦克。510万美元的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辆特 90M。就性能来看，16式的确可以替代7-4式，但二者的武器定位不同，至于成为日版史崔克，稍微有一点难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16式。日本的轮式装甲车技术完全比不上履带式，或者说之前的日本看不上轮式。在冷战期间，日本的主要威胁是苏联，重视北海道与北方地区的防卫，主要发展战力更强的履带式装甲车辆，比如7-4、90式主战坦克、89式步兵战车等。一直到1980年代，日本陆自才开始研发轮式装甲车，但也只是侦察型与指挥型，总体性能平平。苏联解体之后，日本的威胁消失，日本陆自才开始转型，从强调北方重装甲决战转向战略机动作战，并将名古屋的第10师团改编为战略机动型师团，重量更轻、战略机动能力更强的轮式装甲车才得到了重视。日本也很快就研制了96式。只是96式的火力太弱，只装备了一挺 12.7 毫米机枪以及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，在面对强敌时需要其他的直射火力支援。而彼时的日本只有履带式步战车与坦克才具备直射火力支援的能力，但存在运输困难、集结时间过长的问题。比如7-4式坦克和89式装甲车无法进行空运，机动性也不行，战时无法快速部署。于是日本就打算研制一种火力支援车，最终成果就是16式。16式轮式装甲车2013年亮相，2016年正式定型并编列采购预算。16式在亮相之初就获得了不少荣誉，比如7-4式坦克的替代者日版史崔克，并被冠上了夺岛神器的称号。那么16式的性能到底如何？16式最大特点就是贵。2016年时，日本陆自购买了36辆16式装甲战车，总经费为259亿日元，折合单价 7.19 亿日元。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，大概是510万美元。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辆特 90M 了。史崔克步兵战车也才300万美元左右。这点也是日本陆自装备的共同点，装备总量不大，开发成本高，无法摊薄，价格自然就上去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一方面，16式贵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性能。日本媒体所说的16式替代7-4式坦克，这点的确不假。日本防卫厅在研制16式之初就已经明确说明，16式要弥补7-4式坦克退役后的空缺，并且就性能而言，16式可以发挥与7-4式坦克一样的作用，甚至是更强。就火力性能而言，16式和7-4式坦克相当。16式的主武器为一门105毫米52倍镜线膛炮，该炮是基于7-4式的主炮发展而来。20世纪70年代，日本曾从英国引进 L7A1 坦克炮技术，由日本自行生产，配备在7-4式上面。初期的7-4式坦克用的是引进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后来日本自行研制了93式穿甲弹。16式同样可以使用93式执行反坦克任务，也可以使用91式多用途弹打击轻装甲目标和软目标。不过在武器定位上，16式与7-4式还是不一样的。虽说火力性能相差不大，但二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。7-4式的年龄太大了，目前来看，在2000米距离，口径105毫米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可以穿透500毫米以上的装甲，达到了120毫米滑膛炮的早期水平，可对付一般轻型战车、2代主战坦克，甚至是3代早期型主战坦克，比如特72的早期型号。但想要对付当前的主流坦克，16式的坦克炮就不行了，并且16式也没有装备反坦克导弹，只有一挺 12.7 毫米的机枪，一挺 7.62 毫米车载机枪，可以用于对空自卫和对地压制射击。60毫米的烟雾弹发射器则用于防备红外反坦克导弹，武力值稍微偏低，打不过当前的主战坦克。
日本陆自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为16式采购的弹种只有91式多用途弹，功能仅限于高爆与破甲，没有采购93式穿甲弹。当然，如果是打击敌方的轻型部队，16式的火力已经足够了。美军的史崔克步战车用的也是105毫米口径的坦克炮，除了火力，16式价格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火控与战场管理系统，属于10式坦克的技术移植，虽说性能更好，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16式的炮塔配置与10式很相似，配备有车长瞄准镜、炮长综合瞄准镜、横风传感器等等。整体技术性能也与10式相近，具备自动跟踪目标的能力，可以在行进中射击移动目标，并且具备猎歼能力。通过车长瞄准镜，即使炮长正在瞄准敌方目标，车长也能搜索和瞄准新的目标，并越过炮长直接控制火炮攻击目标。16式的战场管理系统也与10式类似，实际作战时可以对各种战术信息进行综合处理，帮助车长进行决策、指挥和管理，协同作战能力很强。不过10式的技术用于履带式坦克自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但是用在16式这种轮式装甲车身上就不好办了，会对车体设计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影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16式选择了从设计上下手。从外形来看，16式的设计低矮，重心火炮炮线比较低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速转弯以及射击时的稳定性。防御方面，16式相对较弱，不过这只是犯了全世界轻型装甲车都会犯的错。由于考虑到战略机动性，16式的战斗权重只有26吨，防护自然不会好到哪去。这也是当前的轮式装甲车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一般仅要求正面抗击20毫米机炮的直接命中，侧面可以抵抗12.7毫米机枪的射击，16式也是如此。不过在防御上，16式存在一个缺陷，悬挂系统外露，缺乏车体装甲保护，其他轮式装甲车辆则没有这个问题。目前还不清楚，这是因为日本陆自觉得悬挂系统中弹概率不大而故意为之，还是的确属于一个设计疏忽。至于日版史崔克的说法，霍立军有点不太认同，稍微有些夸大16式了，二者明显不在一个级别，单看装甲车的数量与型号就知道了。到目前为止，16式的装备数量仅有240辆，而美国陆军装备的各型史崔克装甲车总数超过2600辆。其次就是型号，虽说16式采用了动力和传动前置结构，车体后部空间比较宽敞，便于改装各种变形车，形成家族，但是很明显16式不会派生出10款变形车。16式最具有可比性的应该是史崔克家族中的 M1128， 二者都装备了口径105毫米的火炮，而且日本在研发16式时也参考了 M1128， 二者是属于同一梯队。至于日美所说的夺岛神器，16式也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。16式的作战任务就是用于快速反应部队执行远程机动作战，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敌方的水陆两栖突击车、空降步兵战车等，跨岛作战的难度并不高。在快速运输方面 ，C2 在设计之初就包含了战车机动的问题。最大载荷30吨的 C2 装入26吨的16式显然不是问题，凭借着 C2 的运输能力，日本周边离岛便可利用该机型进行快速部署。16式就是离岛防卫与离岛夺权的主角。至于岛上的机动问题也完全不需要担心，16式属于轮式装甲车，与履带式相比，可以在公路上进行快速部署，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时速100公里以上，价格与后勤也比履带式更好。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岛上没有公路怎么办？在日本本岛作战基本不需要考虑公路的问题，问题在于离岛作战，山石陡峭的地区对轮式装甲车不太友好，越野性能无法与履带式战车相比。换句话说，脱离道路之后，16式的作战效率就会低于履带式装甲车。日本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为16式研发了道路外行驶时车体摇晃抑制技术。理论上来说，改善了轮式装甲车的越野性能，不会影响战斗效率。在加入陆自之后，16式就被部署到各师团的快速反应部队，比如北部方面队下属的第2师团、第5旅团和第11旅团，东部方面队下属的第1师团等部队。凭借着优秀的空运性及公路上的机动性，16式可以应对岛上的敌方游击队以及特种部队，并消灭轻型坦克和装甲车等目标。
当然了，即使是这样的164式，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比如不具备水上机动能力。在投送方面上，164式只能通过空运空投到岛上，而不能用登陆舰将它运送到岸边，再靠自身的机动性上岸作战。还有就是训练问题，为了保障运输安全，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与道路运输车辆法规定，对于车宽2.5米以上的车辆，都必须向业管单位与当地政府报备，并获得特殊车辆通行许可证。虽说当地政府不会与陆自唱反调，但可能会被当地民间团体抗议，即使是北海道这类人烟稀少的地区也是如此。此外，对于164式的性能，日本也有些拿不准。2017年就有消息称，日本防卫厅与德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一项协议，购买德国机动战车相关技术和产品，并且在2023年的时候，日本还购买了芬兰的帕提亚轮式装甲车，以取代现役的96式。至于164式，直到2024年才有新消息，日本陆自将采购基于164式制造的步兵战车与机动迫击炮战车，数量也很少，分别是24辆步兵战车与8辆机动迫击炮战车。至于采购新的164式，到目前也没有新消息。当然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也有可能是因为陆自不需要那么多的164式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164式的性能如何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